火力军实名打假，泽连斯基放弃1991年的边界线，以谋求和谈。事实到底是什么？战争不再是过去的概念，欧洲已经进入战前时代，各国都做了哪些准备？乌军在战线修筑防御工事，能抵挡俄罗斯的新攻势吗？美国陆军告别 5.56 毫米口径步枪，101空降师开始换装新一代步枪。关于步枪如何发展，美国已经交出了自己的答卷，不仅扩大口径，还配备了单兵火控系统。2022年4月，美国陆军与西格绍尔公司签订合约，生产下一代班族武器，分别是 XM7 与 X250，口径为 6.8 毫米，以取代现役的 M4 与 M249。目前101空降师第506步兵团第1营已经装备首批 M7 与 M250，这是美军60年以来再次更换全新口径的枪支和弹药。按照美军以往的换装情况，新步枪会优先换装战斗单位，其余后勤相关单位将继续使用 M4 和 M249。接下来的数年内，美军会有2种制式步枪和轻机枪同时服役，预计全新换装完毕至少需要8到10年的时间。纵观美军单兵武器的发展，口径是从大到小，再从小到大。二战期间，美军用的是 M1， 口径 7.62， 到了战后 M14 也是 7.62 毫米口径，之后因为 7.62 毫米口径的步枪过长过重以及子弹携带量有限问题，美军从 M16A1 开始就一直是 5.56 毫米口径。那美军这次为什么要换成 6.8 毫米口径？ M7 与 M250 真的好用吗？M7 与 M250 的特点就是威力大，打得准，无论是步枪还是火炮，口径越大，威力也就越大。就比如 M7， 射速每分钟800发，有效射程600米。按照西格绍尔的宣传资料， M7 能在600米的距离上击穿绝大多数的高性能防弹衣。至于准度，那就依靠 M157 智能瞄准系统了。这个系统相当于火炮的火控，具备最高8倍的光学放大能力，并配备了激光测距仪、弹道计算器和大气传感器套件，相当于给士兵配备了观察手。在单发射击时， M7 在某些距离上甚至拥有比肩狙击步枪的精准打击能力。聊完优点，我们再来看看缺点。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性能好也就意味着贵。根据西格绍尔官网的介绍， M7 的报价大约为5000美元，美军采购价估计还要再低，只能说还可以接受。但问题是，光一个 M157 智能瞄准系统价格就要1万美元，而且口径改变之后，军队的训练大纲、生产环节、后勤支持，包括战术设计，全部都要改变。完全是推倒重来，这又是一大笔钱。其次就是重， M157 系统带电池 2.2 公斤，瞄具重，枪更重， M7 空枪重 3.8 公斤，满弹不带镜 5.1 公斤。同时因为增加了口径，所以一个弹夹是20发，相比之下，现役 M4 空枪重 2.88 公斤，满弹状态下只有 3.4 公斤，弹夹容量是30发。一般情况下，一个美军士兵都是携带7个弹夹，而这也就意味着使用 M7 的士兵要比使用 M4 的少带70发子弹，同时多负重大约 2.6 公斤。既然 M7 又重又贵，那美军为什么要更换步枪？原因很简单，新的防弹装甲技术出现后， 5.56 毫米口径的步枪不行了，威力不足以贯穿如今的防弹材料。而美国重回大国竞争战略后，敌人是大规模装备防弹背心的正规军，为了保证优势，只能选择大口径的枪械。随着美军的部署，这种 6.8 毫米的枪械或许也会成为其他盟友的新武器。目前美国陆军评价，美军以及潜在的外国军售客户未来的购买量在25万支以上。火力军现在怀疑俄罗斯是不是黔驴技穷了，开始公开造假。最近多家俄媒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即使不恢复1991年边界，在仅仅保证2022年边界的前提下，乌克兰也愿意与俄罗斯进行谈判。这就意味着泽连斯基放弃克里米亚，只想要回乌东4州。问题是从乌俄开战至今，泽连斯基就没有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就算是基辅被包围，也没有这种放弃克里米亚的主张。而乌克兰的当前的困境，无非是阿夫迪夫卡一手。
俄军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本土，整体战线并没有很明显的改变，而且就算是再难，也比2年前好得多。泽连斯基完全没有理由让步，那为什么俄媒会有这样的报道呢？俄罗斯的媒体报道，泽连斯基3月28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视频，只是泽连斯基在原视频里的说法是：我们不需要完全通过军事手段夺回我们所有的领土。当俄罗斯失去自2022年占领的土地后，将不得不坐下来谈判，克里米亚不必用武力夺回。事实上，当被美国媒体问及和谈、军援等问题时，泽连斯基的立场从未改变，依旧是确保乌克兰恢复到1991年边界，俄军从乌克兰领土上撤离。甚至在3月29日，泽连斯基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不向乌克兰提供阻止俄罗斯袭击的武器，那么乌克兰有权对等袭击俄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目标。这就是乌克兰的新理念，对等攻击，不能只有你打我，而我不还手。至于俄媒的宣传，各位看看就好。国际上的军事爱好者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有关于 RT 等俄罗斯新闻频道的不可靠之处。如果你向他们寻求俄罗斯媒体报道的真实性，那么他们大概率会告诉你，你已经处于一场系统性的新闻造假骗局之中。而这次的报道也只是断章取义，并不能改变什么，反而说明了俄罗斯自己心虚。就火力军来说，乌军近期的确遇到了困难，援助受阻，反攻未果，人员短缺，炮弹不多，这些都无法否认。但是就战线方面，除了2月丢掉的阿夫迪夫卡之外，俄军并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进展。反观俄军，在损失大量坦克和其他重型装备后，根本不具备全面打穿乌军防线的能力。3月30日的时候，俄军90坦克师和第6坦克团对托嫩克地区发动大规模机械化冲锋，出动了36辆坦克和12辆 BMP 步兵车，结果12辆坦克以及8辆步兵战车被乌军摧毁。至于空中和海上，那就更拉胯了，黑海舰队都被揍到本土了。3月31日，英国国防情报部门表示，由于乌克兰对黑海舰队的袭击，俄军几乎完全从克里米亚撤出黑海舰队，并将其集中到俄本土新罗西斯克港，并且使用驳船封锁新罗西斯克港口，以减少乌军无人艇突破的可能性。而且等到 F-16 上场之后，不说彻底夺取乌东上空的制空权，最起码俄军不敢继续肆无忌惮地使用滑翔炸弹了。同时，在俄本土方向，俄军连续向比尔格罗德地区、比尔索尼夫卡定居点附近投下 FAB-1500 和 FAB-3000 炸弹，试图将俄志愿军部队赶出去，但再次失败。3月31日，俄罗斯志愿军发表声明，将继续在俄本土作战，直至胜利。战争不再是过去的概念，欧洲已经进入战前时代。3月29日，德新社报道，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就已经迎来一个新的类战争时代，也就是战前时代。虽然听起来有点危言耸听，但事实的确如此。乌俄战争改变了冷战后欧洲各国不断降低军事预算的情况。法国、德国和波兰建立每年定期举行3国外长会晤的合作机制。夹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波兰，军事预算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4% 以上，是北约要求的2倍。瑞典和芬兰这2个以中立著称的国家加入了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增加了国防预算，超过北约规定的占 GDP 2% 的要求。与乌克兰接壤的摩尔多瓦也正在加快加入欧盟的步伐。在3月21日举行的春季峰会上，虽然欧盟的首要议题依旧是对乌军援以及安全防务，但是欧盟也在为可能出现的战争备战。峰会声明草案中甚至出现了战备预案。除此之外，北欧也在欧洲建立最大军事基地，也就是火力军之前提到的罗马尼亚军事基地，规模超过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北约在罗马尼亚建设的军事基地距离乌克兰敖德萨只有300多公里，而且紧邻克里米亚。北约在这里建设军事基地是什么用意呢？简单来说，就是在地缘上压制俄罗斯。北边芬兰加入北约之后，美国未来有可能在芬兰驻军，同时美国也和波兰签署协议，未来要加强在波兰的军事部署。在黑海方向，这次新建最大的军事基地显然也是对俄罗斯的遏制。现在俄罗斯黑海舰队基本上只能在黑海的东部地区进行活动。如果北约加强在黑海地区对俄罗斯的威慑能力，可以将俄罗斯继续往东边方向赶。除此之外，如果军事基地建成之后，乌俄战争依旧没有结束，
那么该基地也可以在援乌上提供一定的便利。在备战这方面，法国也有一定的举动。之前火力军聊过法国生产10万枚炮弹的消息，现在最新细节来了。日本机器军犬服役。目前，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获得名为 Vision-60的4足地面无人机，也就是机械狗。Vision-60是美国公司 Ghost Robotics 开发的，最大有效载荷14公斤，最大运行范围10公里，任务就是侦察，哪里危险去哪里。Vision-60配备了多轴系统，可以在各种地形中导航，包括沙地、丘陵，甚至可以渡河游泳。类似的装备也已经在美国空军服役。自2022年3月以来，美国空军基地防卫部队就引进4足机器人，用于军事基地的安全和巡逻任务。想要扩大炮弹的生产，最先考虑的就是火药。没有火药就没有炮弹。为了解决欧洲炮弹生产放缓的问题，法国企业欧洲寒能材料公司在法国重新开设了一家发射药工厂。法新社3月26日报道，在法国贝尔热拉克，新工厂的土方工作已经完成，将于年底完成建设。从2025年开始，新工厂每年可以生产1200吨发射药，以满足乌克兰和欧洲重整军备所带来的需求。从1915年开始，欧洲寒能材料公司就在贝尔热拉克生产这种发射药，也是法国唯一一家专门从事发射药生产的工厂。但是在欧洲各国国防预算下降时期，工厂订单也大幅下降，于是在2007年就把火药业务给砍了。不过等到贝尔热拉克的新工厂重建之后，每年生产出来的1200吨火药可以填充50万个模块装药，这些装药可以塞到炮弹后面的炮管助推，大概可以用于9.5万枚炮弹。一般情况下，每个发射炮弹最多需要6个模块化装药。至于完整版的弹药，还需要加上法国内克斯特公司制造的炮弹。目前，欧洲寒能材料公司已经在贝尔热拉克组建这些模块化装药，包括消化纤维套管和点火器，计划到2026年将年产量从50万增加至120万个。欧洲寒能材料公司不仅要满足法国的需求，还是欧洲弹药工业的一环，为内克斯特公司、德国莱茵金属公司、波兰军备集团和捷克斯洛伐克集团供应模块装药。当前欧洲寒能材料公司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至于当前的战况，乌俄双方依旧以空袭为主。F-35为执行警戒任务。F-35战机接替 F-16，成为维护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空域的守护神。自1981年以来，荷兰 F-16战机就与比利时空军共同合作，接受位于德国乌埃登的北约联盟空中作战中心指挥，轮值长达43年的空中警戒和快速反应警戒任务。不过在3月29日，荷兰空军的 F-16完成最后一次警戒任务之后，2架驻防在荷兰吕伐登和沃尔凯尔空军基地的 F-35V 将扛起警戒巡逻任务。这3个国家上空只要出现威胁，立刻紧急起飞拦截并进行监控。5月9日起，则由比利时空军接手，击落俄军 Forpost 无人机。2024年4月1日，乌克兰南方空军司令部报道，敖德萨防空导弹旅的士兵在黑海地区摧毁了一架俄罗斯 Forpost 无人机。就性能来说， Forpost 无人机与土耳其的 TB2 有些类似，体型相对较大，能执行侦察任务，也可以携带2枚导弹或者其他武器载荷，打击敌方地面目标，价格约为700万美元。3月31日，路透社报道，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在凌晨向乌克兰发射了16枚导弹以及11架无人机，乌方成功击落了其中9架无人机和9枚导弹。最近这段时间，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能源设施的空袭力度。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企业顿巴斯燃料和能源公司3月30日表示，公司6座发电厂当中有5座被破坏或摧毁，发电能力减少 80%， 维修工作可能长达18个月。同时在3月30日，基辅独立报援引乌克兰能源公司消息，乌东部最大发电厂位于哈尔科夫州的兹米耶夫火力发电厂已在俄军22日的导弹袭击中被摧毁，大部分设备已经无法使用，目前还无法准确评估设备受损程度、修复所需时间和资金数额。为了补充乌军防空导弹上空缺，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努3月31日宣布，向乌克兰派遣适配 SAMPT 防空系统所使用的 Ester 自愿30防空导弹，还包括数百辆装甲车。除此之外，法国已经宣布将停退役武器系统全部发往乌克兰，并且开始与沙特、卡塔尔、阿联酋谈判，
准备回购156门凯撒卡车炮、20门155毫米自行火炮以及100枚 SCLPEG 导弹。这些武器一旦回购完成，将转移给乌克兰。而乌军现在的重点是修筑更多的防御工事。3月27日，美国政治报网站报道，在俄罗斯进攻的同时，乌克兰忙着修建足够的防御工事，也就是龙牙和雷区。基辅方向，乌克兰也修起了龙牙防线，以应对俄军可能的进攻。不过，俄军直接进攻基辅的可能性极低，除非乌军在顿巴斯的防线彻底崩溃。乌军去年的反攻之所以没达到预期，最大的原因就是俄军的防御工事。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的军事分析人士在2023年5月就提到了，工程兵是俄罗斯军队最强大的兵种之一。至于乌军的防线能否抵御俄军的进攻，还不太好说。政治报报道称，乌克兰议员担心挖掘和建造坚固防御工事的速度不够快，无法抵御俄军在乌克兰东北部与东南部发动的攻势。这也没办法，乌军在3月1日才开始建造和翻修防御工事，时间上稍微有点晚。同时，乌克兰是否有足够的地雷与工兵也是一个问题。俄罗斯这边为了抵御乌军无人机，已经开始组建机动高射炮小组。这种老旧的高射炮能用来对付无人机吗？3月29日，俄罗斯消息报网站报道，俄军多个合成集团军以及空军和防空部队集团军正在组建高射炮小组，以对抗无人机。这些小组将配备载有组232高射炮的卡车，以及配备大口径机枪的皮卡。就性能而言，高射炮的确可以抵御无人机。就比如组232，两根23毫米口径的炮管，可以每分钟射出1600到2000发炮弹，完全可以保护低速移动目标，免受直升机、攻击机以及部分无人机的攻击。具体可以参考乌军猎豹高射炮在乌俄战场的战果。而且使用高射炮的性价比更好，用导弹打击小型无人机，代价实在是太高了。而电子战设备只能压制部分，而非全部的无人机。这点在乌俄战场上也已经证明过了，俄罗斯应该深有感触。当然，高射炮打无人机，防护手段也要做好。按照俄罗斯的说法，新组建的机动防空小组还将配备电子战设备和烟雾释放车。一般情况下，攻击无人机都是使用光电指导系统，在攻击的最后阶段，无人机操作员引导无人机攻击目标。而电子战系统可以通过切断操作者与无人机之间的联系，抵御来袭无人机。同时，烟雾释放车也可以通过释放高温烟幕，防止目标被无人机的光电系统以及热成像仪捕获。唯一的问题就是组232高射炮的射程太近，只有区区 2.5 公里。防空小组需要配备完善的侦察系统，而俄罗斯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电子设备不行。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东的防御工事能抵挡俄军的新攻势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